大家好，我是大银。这一期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修改器的使用以及游戏的设置。首先，修改器的话，一样到巴哈姆特的网站，作者 Jimmy 他这里提供的连结，我们点选第一个普通版的引擎，下载下来了之后，里面就会有修改器的版手。那你要游玩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下载最新版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2个版本的曹操传，一个是普通版引擎的，一个是我要玩的。然后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修改器这个东西基本上一定会被电脑当作是病毒给隔离掉。如果说你的电脑没有跳隔离通知，那可以直接用就很棒。接下来可以跟着影片一起调整，我们点选设定到隐私权与安全性这边，然后 Windows 安全性，再到病毒与威胁防护。点开了之后，这边我们点选这里面的这个项目的管理设定，在最下面有一个排除项目，我们点击新增，然后在这里你点击新增的排除范围，把你的修改器加入进去就好了。像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里已经有了 6.5 EDIT， 就是我在桌面上的这一个，然后把它新增进去了之后，你的右下角应该就不会跳提示的通知了。再来，我们回到桌面上，修改器的图示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右下角有多一个盾牌的，就代表着我有用管理者的权限去开启。没用的话，你的修改器有可能会开不起来，或者是闪退。操作方法的话，一样是右键内容，然后点到上面的相容性，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执行此程式这边一样打勾，然后记得按套用按确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教大家使用扳手，首先点开你的游戏，读取你的随便一个存档，把你的修改器打开，它会跑出一个这样子的界面。这个时候都是灰的，没办法点。你只要把上面这个准星滑鼠左键按住，把它拖到游戏画面内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，这样它就会亮起来了。如果你会用这个，看到应该很熟悉，因为它从以前到现在的界面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们目前游戏的版本是 6.6， 但是下面修改器的版本只有到 6.5，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尽量勾选到这里，这样可以减少 bug 或者是档案损坏的情况。因为版本的不同，所以有些东西不能使用，就稍微有点可惜。然后我们来控制面板这边，我换另外一个档案。在控制面板这边，你可以提升人物的移动，或者是控制敌军友军，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调整。假设正常的移动范围是这样子，你如果点选移动力255，然后你再加上穿越移动的话，它就可以跑全地图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正常情况下，你的袁绍是不能控制的，这是友军部队。然后你在这里控制敌军或友军，也可以把他们移动按策略，甚至敌方的华雄也可以，你甚至可以让他出来，站在这里给你打。如果你想要敌方的回合不要行动的话，这里勾选禁止 AI 行动，等到我们结束这个回合之后，会直接跳下一个回合。之后这边大家就自己再尝试。比较稍微可惜的是，自动回归这个东西，这个版本是不能使用的，它会崩溃闪退。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假设我们点自动回归，你看，现在我就宕机了，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不太建议你用自动回归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讲第二个人物这边，在这里你可以调整人物的素质。如果你要调整装备的，我也会建议你在这个页面，像武器、防具跟补助这里做选择。假设我们想要给曹操装备，他现在的装备是短剑跟皮铠，我们给他拿个双股剑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编号后面是没有东西的，等一下来跟大家讲该怎么使用。我们按保存，然后我们点选画面上的曹操，那这里就有双股剑了。像这样子你就修改完成了。当然你也可以更简单一点点，在仓库的地方直接按全保物，在战斗准备前就直接帮人物都换完。那我们把扳手打开，然后在这边按个全保物，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东西，魔之剑、方天画戟、蛇矛、偃月刀，你就可以给你喜欢的人装想要的道具。这个是我本来 6.6 普通版引擎的那个版本。然后我们点开人物，在武器这边你打开就会有名字，就会非常的方便。因为我们最新版的那个没有，所以你就可以稍微记一下。然后在战场这边也有回合数跟天气跟状态，这里你都可以自己调整，但是它有一些功能不太能使用，
在这里点选增加，你就可以看到人物旁边有多了很多上升的图案。它的勾选呢是在上面的这个显示 buff 状态。因为我平常在玩，我觉得有点花，就把它关掉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让我帮人均减少，这样就会非常的烂。像夏侯惇的攻击力只有164，所以如果你在玩的时候觉得每个回合在那边放状态很麻烦，你就可以这样子非常的快速。如果你有玩功勋模式的话，在功勋池这边你可以调整设定。正常你是人物头像点开这个功勋值就可以做增加或减少。示范给大家看，假设我的功勋值把它调整1万，记得你这边要打勾，它才会使用。如果你只是点数字一直把它点满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做提升的。这样武力会提升，被打之后防御也会提升，这个就是功勋的使用方法。接下来其他的就交给大家自己探索啦。再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删除档案的方式。这一版它非常棒，有给我们900个存档的空间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最末页这里有900，非常的多。我想要把它删除的话，要怎么做？我们先点开你的游戏资料夹，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SV 的，打开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你所有的档案的存档。那我们来对照一下，我这里是01、02、04、05、03是空的，那这里就是01、02，然后03没有。假设我不要014的这个档案。你就直接在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找014，直接把它删除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开的游戏存档，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们14的这个档案已经不见了。假设这个档案你存在这个地方了，你想要更改位置有没有办法？因为像飞将目录这个，它是属于战斗结束的，你一点进去它就会跑剧情。你只有在第一次玩完的时候才有办法选择存档，可是你又不想要让它在现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更改的方式。如果我想要把它存在39的这个位置，为了避免档案不见，把017这个档案复制起来，然后在桌面上先把它贴出来，在这里做更改，我们把它改到39，按确定之后，我们把它剪下。目前39是没有任何东西的。把它贴上去，再回到游戏中按存档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39这里白门楼血战结束后的战斗剧情。这个操作的用意呢，就是让你在想要看剧情，或者是你像我一样打完梦幻关卡，你的存档里面有道具，想要重新开始红线或蓝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存档存在一个你想要的位置，那这样就是大功告成啦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平常呢，我也会在晚上7点左右开台直播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观看。最近都还在玩曹操传。我是大银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或者是直播见啦，大家拜拜。